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我们首先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在昨天的表现啊。那道指昨天出现了一个0.71%的下跌，这根下跌阴线出现之后，我们发现了啊，道指已经完整的走出一轮日线级别的下跌西游，分别由悟空阴线啊、标志性的悟空阴线、八节阴线、沙僧阴线组和唐僧阴线构成。那么一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彻底推翻了之前的一轮上涨的行情。那么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这个位置上有一个红色的线，也就是144均线和169均线的支撑位在这个位置上。因此呢，我们看到比特币在今天凌晨出现下跌之后，快速的进行了两根反弹。那么这两根反弹呢，印证了比特币目前是一个道琼斯工业指数的先行指标。这个先行指标呢，我认为是类似于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的。我们看到啊，主联今天早上也出现了一个由支撑位引发的一定的反弹，虽然这个反弹幅度非常微弱啊，只有0.17，但是我们看到啊，它是下跌之后啊，下跌了0.3%之后上涨了0.17%，那综合的上涨幅度呢接近0.5%，也就是说目前比特币基本上跟随了一个道琼斯工业指数主联的一个行情。那么回到比特币的结构当中来，那目前呢，比特币在高位形成了一个横盘震荡的一个结构，在这样的结构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啊，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是一个变盘的区域，我们看到变盘区域到达之后，比特币首先出现了一轮下跌，回踩到22000点之后出现反弹，到达$25000。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平头哥的结构，这个结构呢是非常不容易突破的，所以呢出现了一个回踩，回踩之后，行情重新回到波峰连线、波谷连线，通过焦点之后的一个它在后面的延长线的这个部分继续震荡。那在整体结构上，可以以矩形结构来看这轮行情。那么目前正是一个矩形的结构。那么在未来呢，我认为这个矩形结构会出现一定的变化。怎样变化呢？首先，如果这个位置不跌破$22000的话，行情会形成一个窄的收敛三角形，这个窄的收敛三角形上边线是红色的这条线，那下边线呢是由$20000啊移动上来之后，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这条波谷连线。那么红色线和白色线在未来相交，大概是在3月底相交啊，那在这个焦点附近会形成一个变盘的区域。那在变盘区域之前，我认为比特币会伴随美股出现一定程度的震荡啊，也就是说目前行情仍然是一个震荡行情。但在震荡行情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日线级别上，比特币从今年1月份开始已经走出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分别突破了140均线、169均线和位于$19500的筹码密集区。第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完成之后，1月20日伴随美股的上涨，出现了第二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的一个悟空阳线。悟空阳线走来之后，上方走出了非常复杂的矩形结构。这个矩形结构呢，我认为是8节阳线组。那在日线级别上就有可能发生突破$25000，形成一个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到达我们的目标点位$28000。同时呢，周线级别也给出了这样的一个信号。首先呢，是1月9日这周出现了悟空阳线和8节阳线组，那么上方呢就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但在当前的这个时间点啊，比特币走势相对来说还是复杂了一些，主要是以震荡为主啊。这个震荡呢，是因为美股正在调整，美股的调整呢，原因是因为今年还要继续加息，但是美股在调整过后啊，继续加息的这个鹰派声音过后啊，它的加息幅度是逐渐暂缓的。因此呢，虽然目前美股已经走出了一个第一轮的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但是我看到了这个位置上仍然是有144均线和169均线支撑，在这个支撑位附近啊，我认为会有一定程度的反弹。如果美股反弹成立，比特币就有继续走震荡行情的可能性。同时呢，在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啊，容易发生继续的上涨行情，最终呢可能完成本轮反弹行情的周线级别上涨，到达$28000。
那么基于比特币仍然是震荡行情的逻辑，我们看到以太坊对比特币的这个交易对目前已经出现了一定的强势特征。首先在 0.067 这个位置是由21年5月份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通过交点然后在这个 0.067 附近构成了一个支撑位，支撑位附近发生了一定的反弹。那么这个反弹如果得以延续的话，目标点位 0.07。那么回到以太坊对 USDT 的价格，我们看到以太坊目前是在高位伴随比特币出现的横盘震荡。那这个横盘震荡之前的行情出现了一轮上涨，这轮上涨呢是一轮日线级别上涨，同步了比特币的行情。那么第二轮的上涨，我们看到了一个矩形结构，这个矩形结构呢，我认为最终会结束。那么结束之后，行情已经可以看到波谷连线、波峰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的雏形。在这样的震荡过程当中，我认为它的震荡范围是在$1650到$1550这样的一个区间。震荡完成之后，形成收敛三角形之后会有一个横有多长、纵有多高的这个概念产生。因此呢，伴随以太坊的强势于比特币的这个行情伴随以太坊周线级别出现悟空阳线，那么就有可能走出八节阳线、沙僧阳线、唐僧阳线，最终到达$2000的目标位。那么就在刚刚我们看到CFX 这轮行情非常霸道的一个龙头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出现了一个大幅度的反弹。那么这个反弹最高是接近30%，30个点的反弹这样的利润我们是怎么样抓住的呢？这种行情呢，它是一个极端行情。首先呢，在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悟空阳线、八戒阳线组、沙僧阳线和唐僧阳线走来之后，完成了一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游。根据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原理，日线级别上涨西游之后，有可能走4小时级别到小线级别的一个下跌西游。那么在这里出现了一个首先是悟空阴线、八戒阴线组。八戒阴线组走的相对复杂一些，然后是沙僧阴线和唐僧阴线。那么完成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再次引发了我们可以在西游战法当中4小时级别下跌西游完成之后，容易出现小时线级别的反弹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同时我们可以看到这轮行情它在4小时级别下4小时级别上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一个容易变盘的一个焦点位置。我们把这些方块去掉之后，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位置上它是有一个焦点的。有了焦点之后接近焦点的前后的2个位置都是容易发生变盘的区域。首先在焦点位发生跌落，跌落之后，这个价格就乖离于筹码密集区，也就是说0.18附近它是一个相对来说非常低的位置。那超级主力呢，它也会意识到这个位置是价格比较低的位置，所以呢，它会在这个位置上做出一个主动性拉升的动作。那么目前为止对于 CFX 来说，仍然没有脱离危险区域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区域。在这个位置震荡之后呢，经过调整，它的这个收敛三角形会逐渐收窄。我们看到了它的这轮行情，首先出现了一个大幅的上涨，然后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跌。那么这个下跌呢，主要是围绕这个上涨围绕急涨来进行的。我们看到结构上出现了一个急涨行情和一个缓跌的行情。那么这个缓跌呢，是对反弹行情、上涨行情的一个回补动作。回补完成之后再次上涨做一个平行结构，来回震荡之后会逐渐把上涨过程当中的获利筹码洗干净，洗干净之后形成更窄幅的一个收敛结构然后在更窄的收敛结构当中酝酿什么呢？酝酿多头行情。同时呢，我们也可以看到它的第一轮回调幅度达到了42%那么我们看到本轮行情它从最高点到最低点，它的一个回调幅度接近50%，还得慢一点才能把它画出来48%的回调幅度接近49%，接近50%的回调幅度。大幅回调之后，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看到时间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调到4小时级别之后，我们看到它的前面的这轮上涨也是在大幅回调之后重新站上4小时级别均线系统。
站上之后发生一轮上涨。那么本轮行情 CFX 依然有可能走这样的模式啊，就是在大幅调整之后重新开始上涨之路。同时呢，我们把时间级别调到周线级别，周线级别上可以看到啊，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八戒阳线，八戒阳线走出来之后，沙僧阳线这个位置走势就非常复杂，一根上穿线啊，一根穿云箭上去之后回头啊，回手就是一个平头哥。那么在平头哥之后啊，这个位置上仍然有可能走出啊，我们意味着人生多震荡的沙僧阳线组。沙僧阳线组走完之后，就有可能走出周线级别的唐僧阳线，目标点位0.7美金啊。因此呢，对于龙头板块、香港板块当中的龙头币种 CFX 来说啊，虽然之前出现过很多负面因素啊，出现了一个大幅的巨幅的50%的回调，但是这个位置依然是它的一个多头趋势。啊，依然是它站在了舞台中央啊，有机会继续向上啊，通过筹码密集区之后，不断创出新高啊，解放市场当中的所有筹码。那么这种行情啊，这种行情最好的办法是做一些码钉啊，不断把这个筹码增多啊，这样呢才会赢得未来趋势上的利润。还可以重点关注的是 APT 啊，这轮行情 APT 我们看到在高位20美金高点出现之后啊，出现了一个它的一个调整结构，它是一个波峰连线、波谷连线构成的这个收敛三角形的结构，特别是在4小时级别上啊，这个收敛三角形非常明显啊，一路下跌下来之后，我们看到啊，它的回调幅度啊，最大的回调幅度达到73%啊，这个73%的回调幅度呢，非常接近我们刚才分析的啊 CXF 啊 CFX。啊，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看到行情目前已经非常接近焦点，在近焦点附近容易出现反弹行情啊，因此呢，在下跌趋势当中啊，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上是可以重点布局关注 APT 的啊，因为之前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龙头币种，在这个龙头趋势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走出了2轮日线级别的上涨西欧，2轮日线级别上涨西欧之后，出现了2轮对称性的日线级别调整。2轮日线级别调整之后，形成了一个下跌的收敛三角形，接近焦点的这个位置是非常需要注意的啊，这个位置容易出现反弹，并且容易出现它的行情的重启，不断创出新高。特别重点注意的是啊，周线级别上可以看到悟空阳线、八戒阳线、沙僧阳线组啊，震荡之后有可能走出唐僧阳线啊，周线级别上涨西欧。有评论区的粉丝问我 AJIX 的表现啊，我们现在看的是 AJIX 的永续啊，我们回到 AJIX 的现货当中，可以看到 AJIX 啊，它是刚刚上线币安的次新币种啊，在这种行情当中啊，次新币种非常容易出现一个不断创出新高的行情。我们看到啊，底部区域上在4小时级别形成了一个箱体结构，箱体结构结束之后，实际上啊，它是一个收敛三角形的结构啊，可以通过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把它画出来。那在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束之后，发动了一波上攻行情。那么在4小时级别上，我们可以看到啊，它的一个悟空阳线在这个位置上啊，走势复杂一些，但是可以看到悟空阳线走出来之后，走八戒阳线和沙僧阳线组唐僧阳线。唐僧阳线结束之后，4小时级别行情结束。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前面有一个高点啊，这2个高点相互平行，所以呢，这个位置不是进场的机会。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啊，如果它能够出现小时线级别的调整过程。啊，如果能够走出小日线级别调整啊，对前面行情的上涨进行下跌方向的第2轮回踩啊，第1轮回踩是在这里，第2轮回踩，那么到达0.47美金附近啊，是一个可以开始建仓的一个位置啊。目前呢 ，AJIX 啊，它是一个非常强势的次新币种啊，这种币种呢，非常类似于股票市场当中啊刚刚上线的一些。那么次新币种有什么好处呢？因为次新币种几乎所有的筹码都存在于超级主力手里啊，市场上散户没有什么筹码，所以呢，超级主力庄家可以利用资金的优势，不断的把这个币种价格推高，在推高之后啊，不断出货。那么因此呢，关注次新币种往往有机会有可能出现超额的利润啊，但是呢，次新币种也意味着非常大的风险啊，因为它持有市场当中最多的币啊，因此呢，它可以在任意位置上进行抛售啊，所以呢，对这种次新币种的关注啊，首先呢，你要有一定仓位，但是呢，有了仓位的前提是在你设置止损之后啊，有这些仓位。
还有一点就是次新币种你要特别关注的是这种币种呢不存在西索、拉喜、太阳套杀这种操盘上的套路比如说比特币，比如说我们刚才说的 C+F 这种在市场当中存在很久的币种，都会存在西索、拉喜、太阳套杀或者这种操盘方式的变形。但是次新币种因为刚刚上线所以它不存在这种操盘方式往往是暴力拉升或者快速下杀是它常有的一些操盘动作因此呢，对于它的一个市场当中的理解是有非常多的不确定性和非常多的机会因此呢，对于它的关注要非常小心。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非常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一键3连，感谢大家，再见。